Hello， 大家，今天呢我们要讲 iOS 18.5测试吧。这次呢换了一个蓝色的指甲，大家还喜欢吗？那我们今天的 iOS 18.5呢，虽然看起来目前看起来不是什么大改版，然后呢主要都是一些小更新，改掉之前一些大家很常抱怨的部分。那今天主要就是会讲一些日常呢真的会用到的功能调整，所以呢接下来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一版更新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吧。好，那首先呢，第一个要来讲到邮件的部分，也就是 Mail。之前在 18.2 的时候，他们就是把上面的这个分类加进来了嘛，那其实就长得很像 Gmail。那可能有些人呢不太习惯，那现在呢就是可以在右上角自由的调整。那原本这个调整的部分它是放在设定里面啦，但是设定真的有点太遥远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就是比较方便，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调整，说你想要用原本的那种完全没有分类的方式看你的 email， 还是你想要像 Gmail 这样子有很多不同的，像是购物啊、讯息啊，或是重要公告都会在这上面，你可以直接选择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之前新增的一个新功能，就是它可以显示联络人的大头贴，就是像这样子，前面呢会有一个方格。那如果对方没有大头贴的话，它主要是会用那个分类的方式，帮你在前面加一些比较好辨识说这封信件到底是从哪边来的一些标识哦。例如说购物的话，前面就是一个商店的标志。然后如果是航空公司的话，前面就会是一个飞机的符号，那剩下的都会是灰色没有照片的联络人。所以其实大部分都会是灰色啦。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版面看起来真的有点乱，就是希望简洁为主的话，你一样是可以在这边把它全部都隐藏起来。我自己的话呢，我个人现在也是不太信任这个分类的功能啊，所以我其实主要也都是看全部的 email， 就是我一次要看到全部的 email 我才会比较安心，所以这个分类对我来说现在是暂时是没有什么帮助。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这一次的新功能，就是在保固的部分界面有改版哦。那要怎么看你所有苹果装置的保固呢？就是在设定，然后一般，然后里面呢就有这个 Apple Care and Warranty， 就是 Apple Care 与保固，点进来。你会看到说它整个界面其实是有改变，现在变得比较很快的就可以了解说你到底哪些装置是有保固，哪些是没有的。像是最上面这边啊，这边呢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说我们这一支装置它到底有没有保固，你就可以点进来看说它什么时候会过期，然后你要怎样去取得一些保固的资源。很多人都在问说你今天手机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到底要怎么处理？其实你就是进来这边，然后按这个资源。那这个资源它可能会要你下载资源的 App， 它自己本身是一个 App 没错，然后你就是要到那个 App 里面去申请说你今天发生了什么问题啊，然后保固到底要怎么取得资源，就是可能要回到他们的店里啊，或者是要寄送什么的，就是在里面可以一次处理完毕。然后再回到上一页，如果你今天有其他装置的话，它就会显示在下面，而且你就可以很快看到说它现在这个保固是过期，还是说它还在保固的范围，那你一样是可以点进去看说它到底什么时候是过期的。那再看到下面这边呢，它其实就是其他的装置啦，如果你有其他耳机啊、电脑、iPad 什么的，它都会列在这边，然后一样呢，例如说它保固过期，都可以直接点进去看，所以是蛮直觉的。然后我们点到这个资源的 App 里面呢，它其实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加保，例如说1个月内可以加保它的保护嘛，然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跟他们询问，然后要打电话啊什么直接问的话也是可以在这边直接打。那语言的部分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它其实是有中文客服的，所以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你的情况哦。那再下一个新功能呢，我们要来看到相簿的部分哦。相簿呢在最近删除里面呢新增了一些按钮，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到我们的垃圾桶里面，垃圾桶最下面你会看到它这边有2个新的按钮，一个是 Recover All， 就是恢复全部，然后右边呢有一个垃圾桶的标志，这个就是全部删除。他故意把它做的一个大一个比较小，也是我觉得是蛮合理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小心按到全部删除的话，就会蛮困扰，而且按下去它其实会再跟你 double check 一次，例如说我们按下去。那你就可以按这个全部一次删除，就会蛮直觉。因为之前的我记得它是躲在一个按钮里面，然后你可能要全选啊什么的，你才可以全部一次删除。那现在就是多了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好，那再来下一个新功能呢，就是背面清点的这个功能，现在多了显示横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用过 iPhone， 它其实是可以拍它的背面，然后去执行一些功能的。它其实是在辅助使用里面。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多了一个手势可以去操控你的 iPhone 嘛，那你可以自己去设定说它要执行的功能是什么。例如说，你今天想要拍2下，然后萤幕截图或是拍2下打开什么 App， 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那它这个选项呢，会在设定的辅助使用里面往下滑去找到触控，然后再滑到最下面就有一个背面清点。
背面清点里面，你就可以去选说你点2下跟点3下分别要执行哪些功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点2下有点太容易误触了，所以是蛮推荐你要用的话，也是用这个点3下啦。那我们进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功能可以选择，就是有一些手电筒啊、打开相机啊、通知中心啊、调高音量等等的，或者是截图，截图应该蛮多人用的。然后还有一些辅助使用自己本身里面的一些功能，像是即时语音、朗读荧幕。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点2下设成截图齁，那我就点2下，它就截图了。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呢？这次它上面就是会多了一个横幅的那个通知，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启用成功了。因为有些人他去清点它的背面呢，它不会有任何通知，那你就不知道说它现在到底有没有启用。那现在就很明确的。上面这边就有一个通知这样子，而且它其实现在算是灵敏啦，因为一开始这个功能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没有很灵敏，然后又很容易误触，你就会觉得这个功能到底是开来乱的，是不是？那现在呢，我觉得有这个点3下加上横幅显示的话，可能会更好用吧，我觉得。但我个人是没有在用这个功能啦。所以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咯。好，那以上几个呢是目前 iOS 18.5 比较重要的更新。那正如我说呢，这次其实不是什么大更新啊，因为焦点目前都落在6月的 iOS 19了。那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 iOS 19。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我介绍 iOS 9那部影片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一下。这次呢，这个界面会整个大改版哦。我觉得可能会改得还蛮好看的，所以值得期待。好，那接下来呢有几个有趣的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 AirDrop 即将开放给 Android 的市场。什么？我们的护城河要被打破了吗？就是欧盟的数位市场法，简称 DMA， 要求苹果打开这个城墙，包含 AirDrop 还有 AirPlay 等等的功能。那主要呢也是因为它有垄断的疑虑啦，就是怎么可以排挤 Android 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朋友之间出游，然后你要传照片什么的，不能传，其实蛮尴尬又很不方便嘛。所以呢，欧盟就是强迫他们必须要把这个技术开放给所有人。那苹果呢，目前其实是在评估要怎么做啦。预估的时间呢，目前预计可能是在2026年的6月1号之前，然后他们会开放给第三方，类似 AirDrop 的档案传输功能。然后在下一个阶段呢，就是在 iOS 20，预计会在2026的9月之前呢，开放 AirPlay 技术给他们的竞争对手。所以呢，它会是一个逐步开放的感觉。那这样子以后呢，就不会出现这种无法传 AirDrop 的窘境。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啦。不过以苹果自己来说呢，就会少了一个护城河的感觉。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会觉得开心吗？或者是觉得又更方便了，很不错？还是会觉得说，苹果好像少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我自己是蛮开心这个功能，如果可以开放给 Android 的话，我们之间的传输会变得更方便。如果要去展示三星啊或者 Pixel 等等手机，我要传输的时候，就是都要用线嘛，就非常非常的麻烦。那如果可以开放这个技术的话，相信会变得更好用哦。好，那再来一个消息呢，就是 iPad Air 开卖了。那这一代的 iPad Air 其实存在感很低，对不对？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到什么消息或者是新闻之类，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代的 iPad Air 它只有换晶片。你可能会想说，哇，怎么过去2代它们的外形啊、颜色都一样，连它的那个广告宣传图都一样。那这次就是只有更新晶片。不过呢，我记得售价好像是有降一点吧，所以各位如果有想要换平板的话，也可以趁这一次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大消息呢，就是今天才发生的，我不确定这部影片上线的时候已经过了多久。不过目前呢，这个川普的关税问题，像电子设备啊，还有电子设备的零件等等的这些项目，全部都豁免关税了，真的是喜三温暖欸。就是前面才在讲说，哇 ，iPhone 可能会要涨价哦，然后现在又突然全部都不用了啊！我相信苹果应该是松了一口气，我们身为消费者也是松了一口气啦。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比较需要担心可能是半导体那个关税的部分，因为之前半导体他们是暂时豁免嘛，那接下来呢，他们必须要开始开会讨论说这个半导体该怎么处理，那需不需要关税呢？我们都要再观察。那最后呢，稍微讲一下，就是我这一次 iOS 18.5更新到目前为止使用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用起来跟 18.4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讲了那么久，只是有一件小小的事情，我有点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的赖通知突然被关掉，然后我后来去找哪一个设定跑掉，我发现是 App 里面的设定，就是你知道赖有自己的通知设定，然后 iPhone 有自己的通知设定，我发现跑掉的地方是在设定的这个提醒。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突然被关起来，我就完全没有去动这个地方啊，然后它就突然被关掉，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其实很不方便，因为有些人传讯息给你，结果你很久没回，那就很没礼貌嘛。所以有更新测试版的人就是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在写这一节脚本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 bug 被解决了，就是我们更新 iOS 18之后，然后还有 iPhone 16自己本身有一阵子它的边角没有办法触控，就是很奇怪。它明明萤幕是没有问题，可是你去按一些边角的地方，它却完全没有反应，而且你要按个2-3次，它才会突然开始可以按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呢，不知道在哪一版已经被解决了。之前很多人都有跟我抱怨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有发现说它被解决了，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件事情。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万年没有办法解决的接力，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接力是顺的，然后有的时候接力没办法就是接完成。接力这个功能就是你的 iPhone 跟你的电脑可以，例如说复制什么东西，然后你电脑按复制，然后手机就可以直接贴上。这个功能我觉得超好用，可是它真的太不稳定了。一旦不稳定，你就会觉得很阿杂。我可能就要变成使用备忘录，然后就要打开 App 啊，贴上啊，然后手机再打开啊，然后再复制。大家会发生这种情况吗？有时好时坏，就是有的时候接力是顺畅，然后有的时候又没有办法用。我有点不太确定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还要再去那边重开你的 WiFi 啊，在那边开飞行模式要再关起来，然后看看这样有没有改善，其实也是浪费很多时间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碎碎念。就 iOS 8.5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更新，那到时候正式版呢，我们其实也还是会再做一部影片啦，因为这个不是最终版，这个才 beta 第1版而已，然后之后就还有好几版会更新，那可能就会陆续加一些其他的新功能进来。其实现在主要的亮点都是放在 iOS 19啦，接下来的 iOS 8可能都不太会有什么很惊艳的东西加进来了。好，那大家有任何疑问，或者是你们对这一版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是你更新 iOS 8.4，然后你用到目前为止有怎样的感觉，例如说耗电啊什么。我自己对耗电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一直以来好像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没有很好，但是也没有说很烂。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